当你知道的时候，你可能不会想要双生火焰。对，所以我们先大概讲一下什么是双生火焰，我们讲一个大概。双生火焰不是大家以为的那种恋爱关系哦，所以不一定是要在一起。对，就是它无关外表，然后无关年纪，不契合为什么还会在一起？哇，为什么还会在一起？对啊，不契合干嘛在一起？讲一下，刚刚灵魂家人是有约定好，就是会一起去到某一个时空。那不契合灵魂伴侣是你曾经在某一世有跟他在一起过，你在灵魂就有在一起过，所以你业力没有完成，你没有学会玩这个课题，你也离不开，你离不开。遇到这种你越离不开，你越要告诉我自己要离开。可是离开有两种，一个如果你是带着逃避的心情去离开，这些事要学的没有学完，之后会再学。就是可能还在睡吗？还要睡到什么时候？再睡一下。该清醒喽，我要开灯喽。灵魂起床了，我是星际舰长，让我们一起遨游星际吧。我是观察员，每个时空的切片都有我的觉察。我是开灯姐姐，开启我们的神性与佛性。那再来，我们讲一下契合的灵魂伴侣，就是这种类型我也遇过。怎么好像遇过蛮多？对啊，你这经验蛮多的。灵魂伴侣不一定是爱情关系，还有的是爱情关系。对，那契合灵魂伴侣是你会不由自主想跟他谈恋爱，这是真的。就是契合，不就是很容易就在一起了？对，真的会，你觉得哇，一切都好完美哦，soul mate终于来了，然后当下你会很幸福吗？很幸福，然后会很契合，然后觉得哇，一切都非常美好，哇，那个都是你的显化，全部对齐你的显化，很契合。对，然后呢，他可能在某个时空时间到了，你的灵性要成长了，他可能还没准备好，或者是他灵性要成长了，我还没准备好，都有可能。这时候就会取决于当下灵性成长的不同，或者是要不同的方向成长，就会分道扬镳。突然没有就没有，突然就不爱了。不一定是不爱，可能爱，可是因为灵性取决不同，就突然决定我要到不同的方向去，价值观突然变了。对对，它就不是契合一生的，对，有可能就是当下契合，可能一阵子，对，然后未来就可能几年或几个月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然后但当下是很幸福的，对，是很感觉很契合，感觉当下可以觉得好像可以在一起一辈子，对对对对对。但是后来发现，要的方向不一样，可能有一方觉得要了，就是灵性成长也不同，那也可能因为分开，另外一方的灵性就开始大成长了，对，都有可能。所以那个是灵魂在决定，灵魂取决于灵性。所以如果你要看从哪个维度来看物质界的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在讲的是灵魂的部分，所以这是灵魂的灵魂伴侣。但在物质界要提醒大家，不要说我都在灵魂伴侣，所以我可以跟这个又跟这个跟这个跟这个，不是这样子。你肉体还是要守住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们之后会来讲，因为会有好多能量在身上。那我们先讲一下第6种的叫做契合一生的灵魂伴侣，你可以去显化这个。如果你想要一直在一起，很契合一生的，你就可以显化这种。其实因为有人会想要第5种对，他有可能某些议题没有完成，他就觉得我不想负责任一辈子，就是每个阶段换一个契合的。对对对，也有人是这种。好像外国人好像蛮多这种的。对，有的人会喜欢，很多电影都是这样演的。不一定，对。那如果你很多议题都处理完毕、疗愈完毕，大部分的人会选择第6种，就是契合一生的灵魂，就是不想换的啦。对，就是我跟这个人就一起成长，然后一起相互支持、相互陪伴、相互成长，然后一起到这一生一起相处，然后一起成就彼此，然后各方面都很契合。我觉得第5种就很像很多电影演的，什么后来的我们对，还有什么那种爱情电影，对，就是最后你很爱这个人，但是最后你结婚的是别人，对，就是只契合，可能没有一辈子这样，就是对，就契合那一段时间，然后最后灵性成长不同，然后各自后来也各自都很好，未来也都很好，然后会在那个当下遇到他们契合一生的灵魂伴侣，就是他们的爱升华了。对，所以很多电影其实在讲就是契合的灵魂伴侣，但是不是一辈子的。对，不是一辈子，也有这种，那也有那种电影是一辈子的，所以你永远可以选择你想要的。那后来蛮多人都问我说，他想要选化第6种契合一生的。因为这换感觉也蛮麻烦的，因为很多人就有，他就觉得我就想，然后就想要跟这个人，你是可以坠入爱河的，是可以有真爱的那个感觉，对，你可以跟他是坠入爱河，然后又可以像朋友一样，又可以相互成长，然后去共同创造，然后去创造你们要的一切东西，那他们就会去相互陪伴彼此这一辈子。所以这是第6种，所以它是很自然而然的，就是不会跟第5种就是突然去的方向不一样，不会，就他们就是可能他们会一起去同个方向。就像有一些
方向不太一样，就会有一些调整回来，也不会分开。对，或者是有一种，也有可能他短暂分开了，他以为分开，就是那个引力没办法，也会把他们吸分不开。反正第6种是分不开的，就会比较分不开。对，你就会想分开又分不太开，就有那种好像在一起好几10年的这一种。对，所以有，然后都还是很恩爱的，重点是很恩爱。对，像有一些人都一直说，我想要显化灵魂伴侣，然后她跟她老公已经在一起10年、20年，然后她还在想灵魂伴侣这件事，殊不知她老公就是她的灵魂伴侣，只是她没有辨识出来，不然她以为是什么？所以很多定义就让他们误以为我要那种什么样的，会有一个幻想啊。对，其实后来解读一下就发现，她老公就是她的灵魂伴侣，然后她清理某一些资料，就是我把某一些拿开之后，她某一些可能过去式或者是祖先留下来的，或者是她这一世的重，把它清理掉，回到她这里，她就重新爱上她老公了。对，就发现说，哇，原来我老公就是我的灵魂伴侣，就辨识出来了。对，也有这种的，所以其实有一些他可能早就在你身边，只是你没有辨识出他就是你契合一生的灵魂伴侣。所以我假设我是不是契合一生的，就是第5种，有点像是合约到了我可以续约嘛？看你们的灵性，看灵魂的约定，灵魂的约定。所以这个是要解读后才会知道。对，或者是你疗愈过后，你们有机会选择升华成第6种，可以升华，是可以的。所以像我们之前有遇过一些个案是说，他跟他伴侣关系已经不是很好，我们是可以去问源头，这个关系是否可以被挽救。这个是不能被挽救的，我们就会跟他说，那你也可以重新显化一个。如果是可以被挽救，我们可以知道说可以用什么方法去解读，什么方法可以挽救这段关系，可以恢复这段关系是可以的甚至有可以为这个爱情充能，然后充完他们就升级了他们的伴侣。像我身边就有好多朋友，他们原本跟老公也差点要分开，后来他们学习灵性，然后就是清理了自己之后，她老公开始升级了，然后会浪漫的，会送花，然后完全变成他想要的那个状态。你说疗愈自己，反而对方跟着改变，所有能量是共振的。显化是这样，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内在频率，对，频率对齐了，你的伴侣会跟你对齐。所以就是不要想着要改变别人，要疗愈自己。对，全部都是来去转化自己的频率。所以当他们频率转化，他们老公全部升级了，所以你也可以升级你的灵魂，就反而变5变6。对，原本5快走到尽头了，对，突然续约了，原本就是第6种，有一些状态，然后就是这也是安排了，灵魂的安排，所以也有可能是5变6，所以你不用太定义它是怎么样，我们只大概讲说有这些类型，不要被这些定义反而去框架住了。我们只是让大家有一些辨识力，但你不要框架这些一定就是怎样怎样，只是你可以去分辨出来哪一些可能不适合我的，你可以就是赶快知道，就是你可以今天先听完有哪几种，然后你去思考你要的是什么。对，之后再来讲显化，或是你已经有灵魂伴侣，然后去辨识出它来，对，然后你可能会更珍惜它，然后很多是疗愈自己。那我们讲最后一种，第7种蓝图伴侣，神圣蓝图伴侣，这也不是每个人都有，很多人会以为我都要神圣蓝图伴侣。那神圣蓝图我就讲一个，因为有神圣2个字嘛，对，所以其实是有神圣使命的。那你说难道只有神圣蓝图伴侣才有神圣使命吗？不是是每一个人都有神圣使命，而神圣蓝图伴侣是在灵魂的状态要选择来这个维度来地球的时候，我们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，可能就会说我今天有一个很庞大的计划，很庞大的使命，然后我可能一个人完成不了，我要 partner， 所以我在光中就会挑我的 partner， 觉得那我要找一个跟我一样的蓝图，就是一个 partner 一起下来，伴侣嘛，他就 partner， 所以我要一起下来，然后呢就有5个人报名说选我，就开始去找，然后这个呢灵魂就开始选这个跟我合作过30次，成功率 80%， 这个跟我合作过50次，成功率 97%， 这个人跟我合作过120次，成功率 98%， 这个可能跟我合作过5次，成功率只有 30%， 就是他就开始不一样，然后他就会去想，我就会去选那个成功率最高那个，对，比如说合作过120次，成功率已经高达 98%、99%那种，甚至100%的，对，我会选择他跟我一起完成使命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使命，只是你的使命有可能是比较大，有的人比较小，然后大小是自己决定，因为有的人就觉得我不想要，就像这么讲，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他在玩积木玩拼图，他只能拼4块的，你叫一个小孩去拼100块500块拼图，他拼不完，对，那他可能只拼4块拼得完，就选择他想要拼4块，他觉得我想要轻松的。但有一些呢他已经可以拼500片拼图的，他就会选择我要拼500片的，这样可以理解。但500片我觉得我一个人拼可能太久了，我就找一个人来跟我一起拼，这样可以理解。所以就是陪他一起拼，然后是会在一起
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是你可以选择的，我们叫神圣蓝图伴侣，所以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，因为有的人是这使命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，跟500篇对我来讲轻而易举，他就一个人完成了。所以神圣蓝图伴侣通常是一起做工作的，他会有共同的使命，共同对某一件事情有使，比如说这2个都做艺术创造的，然后可能2个就是都往艺术层面一起去，同个产业这样子，有可能同一个产业或者是互补，就像互补嘛。他们有可能会互补，然后也会有共同的使命。比如说我有一个神圣使命是一个庄园，然后我的蓝图伴侣他可能是室内设计师，然后建筑这相关，他就帮我把我的庄园跟那个设计出来，他们也是一个合作关系，这样可以理解。就是一个愿景，大家分工合作。然后刚好他的擅长这个，我擅长这个，就会分。他也在完成他的使命，你在完成使命，但是你们2个使命是又有重叠的，共这样理解了，对，有重的使命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对，这个是蓝图伴侣，那不是每个人都有，所以你也不要执着说我一定要显化蓝图伴侣。那我蓝图伴侣，我们在做解读的时候，如果我这个人有蓝图伴侣，通常那个解读会很精准，几年几月这个人会出现，那个人就会很容易就会出现，就是会在那个时间点，因为他是神圣使命，所以神圣时机在这个时间点。之后我们再来讲一集生命蓝图跟神圣时机，好，这太多了，所以在那个神圣时机点一定会在那时候出现，提早也不会出现，相遇就一定会在一起嘛。哇，这个又要延伸很多确定要讲吗？因为也有人蓝图伴侣最后没有在一起的，不一定啊，就是不一定会在一起。其实正常来讲，他们应该要在一起，一起去共创。可是好，我们快速讲过，因为比如说这一个人呢，因为在过去传统的集体意识下，觉得妈妈爸爸说你要嫁给这个人，门当户对，所以这个女生可能就嫁给那个男生了。对。可是这个可能不是她的灵魂伴侣，这个女生可能未来有蓝图伴侣，可能在45岁才会出现，可她可能25岁就嫁人了，然后到45岁她遇到蓝图伴侣的时候，她如果真正要完成她的使命，有2种方式，一个就是跟他完成使命，然后不谈恋爱，没有任何恋爱关系。可是通常遇到蓝图伴侣，因为你们120次，你们会太相爱，比那更像，所以很多人不由自主就会被吸引，然后他会想跟他在一起，所以就会变成人家讲的外遇或小三，他们2个可能就在一起，然后结果他们2个为了去隐藏他们在一起的事情，忘记专注他的神圣任务，所以神圣任务也会失败哦，反而本末倒置。对对，可是如果他当时有勇气去离开那一段婚姻，然后来这里，可离开那一段婚姻是因为那时候他想跟这个人在一起，不是他真的爱这个人，可能因为妈妈，因为爸爸，业力伴侣，所以他要学习的是成为自己，或是当时他就 say no 说爸爸妈妈我不要嫁给这个人，可是他因为拒绝妈妈的信念、爸爸的信念，或不敢做自己，就嫁给那个人，在那个时机点，他的功课没有学完，那他可以学完之后可能离开，然后跟这个伴侣在一起，然后一起去共创。但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神圣蓝图，但有没有一种情况是你也可以不离开你原本伴侣，是可以的，因为你已经成了，你也可以跟他还是去相爱，然后跟蓝图伴侣只专注在神圣任务就好了，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，对，取决于这个人选择。所以第7种神圣蓝图代表说就是要一起做事的，有一个共同目标一起完成，共同使命就是他们在灵魂就约定好我要这个大蓝图，然后这个时机点遇到了，我要完成这个使命。但是物质世界第3维度要不要在一起就取决于个人，对自己的选择，可以选择，有很多种可能。那有可能他也没有这种前段关系，就是只有他，就等到他出现，可是他可能在之前会经历过其他的练习爱情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那个嘛，可能蓝图是比较后面出现的，因为你频率已经提高了，有可能，但也有可能蓝图在很早就出现了，哦，有可能错过了彼此。那错过怎么办？会再相遇吗？可能他到老都还会觉得我很爱这个人，然后很想要再跟这个人在一起，然后他可能有些后悔或有一些遗憾，也有这种的，所以他就要去疗愈这个后悔遗憾，就要看他们那个使命有没有完成。如果没有，他回到光中会觉得啊，我没完成，好吧，那我再来一次。哦，就之后再来。所以其实蓝图伴侣来到地球这个维度，他有几个步骤，他第一个要想起自己是谁，然后他要想起他有蓝图伴侣这件事，然后后来蓝图伴侣要想起这件事，所以他前面就已经有一些双方共同要成长，然后在某个当下认出彼此了，然后就在一起。所以一开始有人说我要蓝图，但他不一定有，所以你有可能是契合一生的这个灵魂伴侣，所以这个要自己可以去做一些辨识。好，那如果是你会想要哪一种？因为我知道我有神圣蓝图伴侣，哦，所以你是我现在的伴侣是神圣蓝图伴侣，但是我要讲神圣蓝图伴侣，很多人也会觉得哇，好像他就啥事都没有。我们也有经历一些挑战，有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因为我就是确实我们也有前世有一些未完成的，可能就是同时他又是业力伴侣，有，但同时他又是未经雕琢的伴侣。像西塔的疗愈创办人维安娜老师，他现在这个伴侣就是之前是未经雕模的，然后后来就变成他是他的神圣蓝图，但同时还是未经雕模的，就是有些是重叠的，不是只有一种而已。对，然后他确实是我蓝图伴侣，但我们也有一些业力，所以我们也在完成这些课题。但有一种业力是不是蓝图的，就是真的是业力，就是有很多种组合啦，对，有很多种可能性。但我们的业力不像是那种业，就是我们就会很快
快的共同成长的那一种，共同成长。但因为都有灵性学习了，所以对我们有很多工具可以来协助我们自己，跟协助彼此。那我的话，我是想要第6种，想要契合一生的灵魂伴侣。好，但如果对啊有第7种怎么办？第7种到时候出现再说咯。啊，练习爱情。就是未来还很长嘛，有点难说。所以我觉得看到这边啊，你想要哪一种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这也是一种显化哦。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，你先了解嘛，我们先做一下功课嘛，对不对？就总共有7种，然后你这样听下来，你看你比较想要哪一种？因为这要讲故事太多，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包含神圣蓝图伴侣的故事，他们以前各自也都彼此认识，然后各自都有伴侣，就在他们的那个时间点到，2个就在一起，然后绕了一大圈还是会遇到，对，他还们在是会回来。那个时间，而且是他们这里就解读在29岁他有蓝图伴侣，这个人在30岁有蓝图伴侣，所以这个人在30岁、29岁他们就真的成为伴侣了，然后又共同做了身心灵事业，这就是有这样子。可是他们各自也认识自己的前男友、前女友。好酷哦！我跟我伴侣也是啊，我们10年前就认识，但我们没有在一起。但这要提醒大家，不是说你要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就要背弃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有辨识出来这个人已经不是契合你的人，你真的也不想要，你要勇敢去跨出这个决定，或者是说如果你已显经有化伴，侣的，你也可以把你的伴侣升级，所以不是说代表你一定要离开这个伴侣。不是只有一种可能，有很多种可能性。状态不代表说你遇到这个人你就去背叛你的另外一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这个要讲后面的很多的主题，但是你会辨识出来，然后辨识出来之后，你可以永远有你自己的决定。所以你也可以先决定离开了，然后再去显化对的人，而不是去选择背叛他，而不是有小三，或是当对，你不是要这样子。就是不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，对，根本不需要。所以现在的人，你也会觉得很有趣，在这个时空，很多人可能经历离婚，很多段感情，因为在这时空，好多灵魂伴侣都来了。是因为灵性觉醒养生的时代嘛？对，所以就会让你有很多的学习，然后要学习成为你自己。对啊，因为像以前你爸妈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灵魂伴侣啊，应该说他们不会去追求灵魂伴侣，对他们不会有这个概念，他们就觉得反正家人叫我嫁了我就嫁，因为每个时代的那个不一样。对，什么嫁鸡随鸡嫁我随狗，然后嫁了就一辈子委屈，然后很多人就委屈他自己一辈子，然后到最后可能生病了什么的，然后他可能有一个他爱的人，然后他也不敢在一起，然后就选择妈妈的这个媒妁之言或什么的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像我们今天讲是用灵魂角度去出发，对，所以很多人会卡住的点是说，可能跟集体意识有关，或者说像我们东方跟西方的那个爱情观就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可能表达爱的方式也不一样，所以很多人会这个卡住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用灵魂的角度去看，因为我们灵魂是轮回啊，已经好几辈子了，所以我们用这一世的角度去看你，很多人就会觉得有点混乱。对，所以我们之后再教大家用物质层面的，我们不能只有灵性，因为你要两个要在地球平衡层面要平衡。因为这一集主题我们是讲灵魂伴侣，对，所以灵魂伴侣如果我要在物质层面，我要怎么做？这个我们可以再来拍一集讲。好，我们讲那个不是要为了让大家就是觉得我变很混乱，不是这样，然后也不要恐惧，不要焦虑，想说我现在到底是什么，就是好好活在当下。然后你大概有这个概念，然后你要清楚知道你要显化的是什么。对，就是你要带着更高频率的爱的意识为出发，把爱放在第一位是很重要，就是不是去伤害别人，然后你可以爱自己，但不是自私的。你不是说我爱自己我去伤害别人，不能这样子。你要把爱放在第一位，你要能爱你自己，保护自己，但同时你如何用让对方可以感觉到尊重或温柔，然后舒服的方式。但如果你即使你这样的对方还是受伤，那是他的课题，允许他去成长，因为每个人每一个创伤创痛不同，你得允许放手。所以这个主题其实要讲太庞大，因为光这门课灵魂伴侣课都可以教2个整天，这个太多。我觉得这牵扯到很多的信念议题啦，这个要一个去探讨你的内在的这个潜意识跟信念。那我觉得也可以，就是我们之前是有说做公益活动嘛，但要看我们星际舰长愿不愿意。我们其实星际舰长也有自己的一个塔罗频道，我觉得 maybe 你可以出一个大众占卜系列，这个系列。你说灵魂伴侣吗？对啊，大众占卜系列，或者是我们可以一个公益回馈，说你可以用塔罗解读，或我用西塔都行，我们再来做。好，就是大家在下面留言好了，我们看大家想要的是哪一种。因为我那个大众占卜频道是接讯拍的啦，所以到时候我接讯看看，如果接受到大家的这个需求，我再拍一个这个灵魂伴侣，然后我再放在说明栏就好了。对，我到时候放链接，因为也不知道哪一个会先上片尾，到时候大家看到最后哦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一集看到最后，你看一下有没有，有的话你就可以点连结，好，自己去测测看
玩一下这样子。那不论是什么样，你要安住在当下，就是都好。那即使现在的是业力伴侣也没有关系，你永远可以决定。但如果是业力的伴侣，你可以尽快去完成你自己的学习。那如果我是切尔医生的，当然恭喜你。但切尔医生也是要一直持续成长啊，学习。不管哪一种，你在每个当下去安住顾好你自己，然后一起去彼此共同创造。而且我觉得，如果是约定好了，自然而然就会遇到。以灵魂的角度是本来他就都会在某个时间点就会遇到。对，就是约定好的。好，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，你想要哪一种？太多了。如果你今天啊，你听到了之后，我觉得你也可以分享给，比如说那种单身的朋友啊，他很想显化灵魂伴侣，他可能不知道灵魂伴侣到底是什么，或者是说已经有结婚的也可以。他可能会要让他辨识出他老公或老婆本来就是他的灵魂伴侣，然后也可以去升级他们。就是你可以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朋友，搞不好因为你的小动作，他就突然就升级了，突然就开窍了。好，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记得帮我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咯，大家拜拜。双生火焰是我们在源头都是零的状态嘛，就是那个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状态，就是那个源头。然后在源头会为了要体验很多的事情，然后有产生一个宇宙大爆炸，爆炸出来的那一个瞬间就产生了这个灵魂。OK， 好，那灵魂有些会选择我要是双生，有些就是单一的灵魂。这就像有点我们在出生会有人选是单胞胎还是双胞胎概念，对，同卵双胞胎从一个分裂成两个，这是可以自己选择的，在那一刹那灵魂可以自己选择，对，永远都是有选择，所以那是灵魂当时很勇敢的决定，我要成为